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今天又到了普文讲茶的时间。如今的市场上，茶叶有各种香味，那关于茶香，你真正的了解多少呢？接下来普文的讲述，让大家完全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大框架的概念。这是这么多年来我从制作茶过程当中摸索起来，然后通过自己的一些理论总结去把它作为一些分析。普文把它分成5个大类的香型。那接下去重点为大家来讲述一下这5类香型，这样分的目的是什么，一一给大家讲述清楚。好，我们先来讲述第一种香型。很多茶友之前跟普文有过辩论，茶的香型是什么决定的？有网友说是树种决定的，但我并不认为是完全有树种来决定的。树种的香它绝对有，比如说梅藏黄荡、野生茶等等，它都有自己特殊的一类香型，制作完之后就会有高昂的特殊的香型，它自我的一种特点的香型。比如说像台湾还有牛奶香的一些茶树种，但是大多数茶树种它制作工艺相同的情况下，香型偏差不会太大，没有特别的特殊性。所以茶友在选择茶的时候，不要被茶商所误导，所有的茶的香是树种来决定的，那是错误的。那第二种香，普文把它划分成为工艺香，就是制作工艺的香。这一部分普文重点来给大家讲述。大家在喝很多绿茶的时候，它会有花香；喝红茶的时候也有花香、蜜香、花蜜香、桂花香，各种香型。喝普洱茶的时候，它也有各种香型。无论多好的名山，多好的名寨比如说冰岛、老班章、西归能做出来兰花香，很多茶商就误导大家，他说兰花香是薄荷糖特有的一个香型，不要再被误导了。这个真正的从制作工艺上能改变的香型，能变换的香型，一旦工艺一变，香型全变，不要再潜意识的认为这是误导，这是不懂制作的人的误导。真正懂制作的人可以把同一个原料茶青做成不同的香型，兰花香、花蜜香、蜜香都可以制作出来，这只是工艺不同而已。在下一个视频当中，普文会重点为大家讲述普洱茶香的制作。那工艺香它主要决定因素是2个点控制的。第一个，含水率变化的发酵程度。当茶青给你的时候，含水率的变化的发酵程度，它会决定不同样的香型产生，和不同工序的含水率控制也会产生不同样的茶香。第二点，干燥的温度的控制，一切茶莫过于此。干燥的温度比如40度、60度、80度、100度、300度、500度，不同温度干燥，它会产生不同样的茶香。尤其红茶绿茶、黄茶这些需要烘焙型的这类茶，通过干燥完全可以改变香型。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想进一步了解香型大概念的朋友，给普文点个赞。普文继续往下讲述没人跟你们讲过的一些内容。第3种香，地域香。关于这个地域香，普文要为大家重申，地域香是不同地域土壤里面的矿物质不同，会导致茶青的内在的内含物它会有不同。相对统一的工艺制作下，它会产生不同地域的略微的口感、略微的香型。其实在工艺面前，很多地域香是微乎其微的。很多茶商告诉你这个有地域香，比如说刚普文讲的薄荷糖有兰花香，其实冰岛也可以做成兰花香，老班章也可以做成兰花香，包括凤庆的茶都可以做成兰花香，
只是工艺上的差别而已。但是真正的让你感知是微乎其微的，比如说西归，汤中含香，兰花香很明显。其实普文想告诉大家，这就是制作工艺造成的，不光是地域香造成的。所以不要再花大价钱去买你认知范围之外的事情，也许这个饰品可以让你改观。第4类香型，人为的添加香，这个大家很好理解，比如说玫瑰香啊，加入玫瑰花，加入茉莉花啊，加入桂花，那出来的香型那就根据花的香型而定，这部分大家非常好理解。还有最厌恶的、最讨厌的，也是普文把它划分为人为的香，比如说添加色素、柠檬黄等啊，比如说添加香精啊，玫瑰香精、桂花的香精、茉莉花的香精制作出来的一类茶，就是人为添加的一类香。包括糖香啊，加入红糖，我们制茶人应该杜绝，应该让这些东西在茶叶制作当中滚出去。第5类香型，储存当中的转化香型。其实每一个茶叶它都会有，绿茶、黄茶、红茶、乌龙茶，哪怕是普洱、黑茶都有，在不同时间段它产生不同的香型，产生不同的味道，通过跟空气氧化和接触产生出来不同的味道，不同的香。比如说龙井，看你怎么保存。比如说你在冰箱里密封隔空保存，10年之后这个茶依旧汤色啊，比如说非常清澈，微微的泛绿，但是它的香型可能因为罐子里面保存着略微的一些空气，造成它一些转化，可能产生了兰花香型跟铁观音的味道可能有相近了，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转化当中的香型它是最难确定的。包括普洱生茶一定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直与空气接触，最简单最直白的原有的兰花香型它不会再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慢慢的消失，最后变成一股陈旧烂木头的味道，只能这么说但是烂木头它有不同的味道，普文讲的直白一点就是这么表述。这就是普文为大家罗列的5种大的香型的一个总概括，相信很多茶友他也是认同的，因为这代表了茶整体的一个方向。在日后的视频当中，普文细分为大家讲解这茶怎么去制作香型，尤其是工艺香这部分非常严谨也非常重要。因为很多茶友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就是被这个茶的迷香迷恋这个香而迷惑，花了很大的价钱。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茶友一定认同普文的观点，喜欢普文的视频点赞转发，让更多的茶友能够认知真正的是怎么回事。本期视频就讲述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视频见。